看这个前脸啊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哎，这不就是半年前发售的那个换新款的 Model Y 吗？这么想的话，你就草率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L。我们都知道啊 ，Model Y 凭借实用、好开、安全的，赢得了大家的青睐。长年以来啊，一直领跑于 SUV 的销售排行榜啊。但是特斯拉呀，明显还不满足，他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丰富更多的生活场景，能够吸引更多元的用户，带来更极致的驾驶体验。哎，那么这些答案呢，今天就在我们全新登场的 Model Y L 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它的续航，它的续航呢可以做到 CLTC 751公里啊，这个成绩呢，在这种中大型的 SUV 里面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，而且它的整车重量呢也做得非常的轻，只有2吨多那么一点点啊，可以说是轻量化也做得相当优秀，而且呢，它经过了多重的空气动力学优化，所以它的风阻系数呢也只有0.216，也正因为如此啊，这么大的体型呢，它的能耗也做得相当低，可以做到100公里只有12.8千瓦时的能耗，而且它的轮胎呢采用的是前窄后宽的这个混合轮胎设计啊，所以呢它的后胎的接地面积会更大，抓地力也会更强，同时也意味着它有更好的过弯极限和更好的高速稳定性，这样让你开起来的时候呢也是信心十足啦。特斯拉 Model Y L 的车长呢是4976，它的宽呢跟 Model Y 一样的都是1920，但它的高呢达到了1668。它主要就高在了这个 C 柱这个位置啊，因为它高在 C 柱这个位置呢，整体造型来看会更加的流畅和优雅，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大掀背的造型。我们可以绕到后面来看一下它的大掀背啊，它为了这个掀背的造型更加流畅啊，把之前在这个位置的那个刹车灯啊，现在换到了这个地方，而且增加了一个老流版的设计，会让它的这个层次感变得更好看。它的轴距呢是3040，所以说它的空间表现也是相当的优秀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吧。我们把它底下这个板给掀起来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磁吸的板，它可以吸在这个后座上，然后它底下的空间非常的深，你们可以看超级深，两边侧面也是掏空的，也是可以放东西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后排放倒给你们看一下放倒之后的空间。当这个2排3排同时放倒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3排离这边还是有一个高低差的，但是我们把这个板反过来放，这样一放，它是不是就没有高低差了？而且这边是一个弧面的，它整体的这个流线是非常的流畅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啊。首先呢，它这个屏幕和 Model Y 的尺寸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它的分辨率提升了30%。然后呢，它的6个座椅全部都是重新设计的2+2+2的模式。首先呢，这个前排以前也有头枕嘛，但是以前头枕是不可调节的，现在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的身高来调节头枕的高度的，而且还增加了一个腿托，就是当你如果想要开自动驾驶更舒适啊，可以把这个腿托调出来，是不是非常的贴心？那我们就看一下2排的话增加哪一些功能吧。2排的座椅呢，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它增加了一个扶手，而且是电动的扶手，这个应该是行业首创了。它抬起来之后跟这个是平起的，所以是非常舒适的。而且2排的座椅和前排一样都有通风和加热功能，3排的座椅呢是只有加热功能。这边有个小屏幕，你可以在这个屏幕里面去调冷却呀、加热啊都可以调。目前的2排空间呢，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。像我这样放的话，其实离前面还有蛮远的距离，然后我这样翘腿啊或干什么，其实也是舒适的。那我现在就非常好奇啊，3排这个空间是不是充足？所以我们去3排看一下。目
目前我的身高来说，第3排是完全够用的。然后在2排非常舒适的情况下，我离前面大概还有个1拳多的距离。官方说呢，这个位置做个1.87米左右的身高是没有问题的，不会局促。所以我觉得3排利用率就很高了。刚刚说了这么多特斯拉 Model Y L 的变化，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啊，这还是我认识的特斯拉吗？不用担心，我告诉大家，它还是那个大家认识的特斯拉。首先呢，它的安全性能上依旧很安全，比如说它的第3排座椅的侧边安全气囊是全部安排了的，而且它的这个安全气囊的纵向覆盖率达到了95%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。那么它是否还是好开的那台特斯拉呢？那我们现在呢就试驾给大家开一下，看一看它的操纵体验是不是还是那么的棒。出发喽！我们现在开始试驾，让老师来带我们试驾一下。现在我们采用一个日常通行状态，采用一个舒适模式，然后操控的话采用平衡状态，转向用轻。过程中，我们的一个驾驶状态的话是比较舒适的。然后前方是一个颠簸路，那颠簸路中，我们感受一下 CDC 的一个左右悬挂。那现在我们调到 CDC 是一个平衡。那对于4个悬挂来说，介入更直接。前方我们将来到蛇形闹钟，接着是一个连续弯道。这个弯好急哦。对，然后它的一个转弯半径也非常小。这台车既有城市的舒适性，那也能有一个运动驾驶的一个激情感。对，我们要激情了，朋友们。好，我们可以调一下，然后总仪的话可以有平衡和后排舒适2种。那如果调到后排舒适的话，会增加后排的一个总仪介入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这个就很明显跟之前的那个舒适模式比。前方是一个颠簸路。这比之前的感觉要硬一点。在运动模式下，它的一个 CDC 的悬挂现在更直接一些。一下就觉得运动了起来。熟悉的特斯拉回来了。我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特斯拉了。我以前就觉得可能是马斯克的明星效应啊，或者是说因为他入局比较早嘛，会有先发优势。但是今天体验下来，我才感觉到，就是特斯拉它真的是在驾驶上没有任何的疏忽。让我想起了我在赛道的感受。收放自如，对的，操控游刃有余。总而言之呢 ，Model Y L 绝对不是 Model Y 的放大版，它是进化了的特斯拉。不仅呢保留了之前特斯拉的优势，在安全性和操作体验上依旧非常的优秀，而且还增加了很多体验性的小细节，在保留了它简洁的内饰风格的情况下，做到了乍一看平平无奇，仔细体验呢内有乾坤，而且它的空间利用率和舒适度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。那么我觉得呀 ，Model Y L 应该也会跟 Model Y 一样成为一款爆款车型。所以大家觉得呢？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公屏或者评论里哦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一定要给我1键3连。那么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